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波纹管就破了一个口，不停的漏水，该怎么办呢？先不着急，下面呢就把修复方法分享给大家。或许有的朋友没见过，先不着急划走，说不定您的家人能用得上。波纹管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很常见，比如我们的洗衣机排水管、空调排水管，又或是洗脸盆、洗菜盆的排水管，都用的是这种波纹管，很好用也很实用。如果只是破了一个小口的话，扔掉就浪费了。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小小的修补一下的，既省了来回奔波购买的时间，还省了一顿早餐钱呢。我们先注意看水管内部还有没有污水或者是杂质，有的话先用清水将它冲洗排出去，然后再进行修复。我拿的这根管呢，整体还是比较新的，就破了一小个口，扔了也怪可惜的。我们用剪子从破口的这里直接剪开，因为这是一根完整的波纹管剪成了2段，所以它的口径大小是一样的。很多朋友在这里就犯了难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选择一头，在这里呢剪出一个豁口，大概4-5格的长度呢就行。然后我们将它捏拢合并到一起，这个时候这端呢就明显的小了一圈了。然后我们拿起另外一端，将2头合并在一起呢就可以了。我们稍微拧几圈，让它进去一点，这样管子呢就不会掉了。然后我们再用胶带缠几圈固定住，正常使用呢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如果水压比较大的话，或者是杂质比较多的话，这个方法呢明显呢是有一点小缺陷的，还不是那么的完美。就是第一，我们剪开捏拢的这个部位呢，明显呢比原来的样子呢要小了一圈，这样就增加水的阻力，排水的时候呢速度就明显的变慢了许多。第二，像厨房排水管、洗衣机排水管，如果异物过多，那么这个部位呢就容易发生堵塞，所以这个方法用于空调排水等正常使用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使用范围有限。很多物管的水电工到现场呢都是这样来维修的，这就是第一个方法。将一头剪小，把它们连在一起，并用胶带固定住。接下来分享第二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呢就比较专业了，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用，直接把这个管子拼接好，立马就能用，非常美观耐用，而且呢不影响水流速度，使用范围广，所以说经常用在抢修上面。我们将断裂的这里用剪子剪开，然后把它修剪的圆滑一些，不要有刺头。修剪好之后，一样的，我们要剪开一个豁口。与刚才不同的是，这里我们只剪开一小个格子，不要剪得太深了。就这样小小的一个豁口呢就够用了。接着另外一头也用剪子修剪一下，使它圆滑一些。注意是把扁平的部分剪掉，留下凸起的部分。现在就可以开始拼接了。分别拿起2头，然后我们将完整的这头从刚才剪开的豁口的这个位置先卡进去，然后慢慢旋转，就这样慢慢的旋转，把它给卷进去。不要着急，注意看豁口的这个部位，卷进去，卷进去了就行了。看，这样就接好了，很完美是不是？用这个方法拼接，就是当下没有胶布，临时使用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，反方向拉扯也不会掉，基本上没有缝隙，正常排水进水呢是没有问题的。冲击力不大的情况下，完全不用担心漏水的问题。
最后呢，我们再用胶带进行进一步的固定呢就可以了。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，我用的是绿色胶带。那如果是家庭使用，为了美观，我们可以用颜色相近的白色胶带，那样就真的看不出来了。拼接这种波纹管的话，用这种绝缘胶带呢会更方便，因为它对比生胶带，首先呢，它的材质呢会更软，可以更好的贴合这种凹凸不平的波纹管，会更牢固。第二，它的胶性相对来说呢会更好，因为它有油性胶质，防水效果呢会更好。所以没有接触过的朋友可以试试我的这个方法哦。这样拼接过后非常的牢固，反方向用力拉扯也不用担心会断开，这样后期在排水的时候呢，一滴水都不会漏，也不用担心大小口径影响到排水问题，就算有异物也不用担心会堵塞啦。而且相对来说呢，这样拼接呢会更美观。家里的波纹管使用久了以后，难免呢会出现漏水、开裂等现象，影响到正常使用。如果你也正在懊恼这个问题，不妨动手试试吧。这个方法可是一位从业多年的老师傅教我的呢，现在很多新手朋友呢都不会，使用范围更广更实用。它不管是多粗的波纹管还是多细的波纹管，不管口径一致还是大小，都适合用这两个方法衔接，轻轻松松呢就能够拼接上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，赶紧学会这招，一个简单的方法轻松搞定，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小麻烦。如果您看完今天的视频内容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